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币圈旅人的频道。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些币圈赚钱的策略，以及各种协议代币的介绍跟研究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呢，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记得打开小铃铛，才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新影片的通知。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是在 Arbitrum 跟 Avalanche 上面的一个去中心化永续合约交易所，也就是 GMX Protocol。这集影片呢，我会分3个部分来讲解。第一个是它的交易界面，第二个是 GMX， 也就是它的治理代币，最后呢是 GLP， 也就是这个协议的流动性提供代币。首先我们来到它的交易界面在交易界面的左侧可以看到就是一般的 K 线图，然后在右侧你可以做多做空，还有你可以 swap， 也就是现货的一个兑换。这边要注意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在交易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现在要5倍做多以太，那做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的抵押品是做多的这个币种。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做多以太，那我需要用的抵押品就要是以太。如果说我用其他代币，比如说我用比特币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费用的部分会多出来一个swap fee， 也就是它会帮你转换成以太作为抵押品。那做空要注意的呢，就是如果你要做空以太，你需要的是使用稳定币当做你的保证金。下面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使用以太去做空以太，这边也会有一个 swap fee 跑出来。但如果我现在换成 USDC、USDT， 那么可以看到就不会有这个 swap fee 了。这个是做多跟做空要注意的地方。第二点是，我们开仓的时候会有一个 0.1% 的开仓费用。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，我是用了1颗以太做多5倍做多嘛，那1颗以太现在现价是1820，去乘以5，理论上应该是9100，但是这边做多只有9058的价值我们减去9058，看起来好像有42块的费用，对吧？但其实不是的，它是这样的，它呢这边有一个9块钱的开仓费，你的支付保证金会先扣掉这个费用，然后再去5倍做多，所以我们重新算一次，1280去减掉9，再去乘以5，所以就是大概9055，这边9058左右，对吧？差不多的。所以你不要看，我应该是做多5倍，应该是5颗，怎么少了 0.025， 相当于好几十 U 你不要以为这个是费用并不是的，它只是说你要先扣掉费用，然后再去5倍的开仓。那交易部分呢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它也有比如说限价的功能，然后也有获利跟止损单都有的。那如果你想使用 GMX 去做一个链上的永续合约交易，也欢迎你使用我的推荐码，会有手续费 5% 的减免。推荐码就是我的频道名称 Coin Traveler， 也会把它放在下方的描述栏，欢迎大家取用。第二部分呢，我们要讲的是 GMX， 也就是它的治理代币。但今天呢，我想要从一个比较不同的角度去看它，我们要以传统股票的角度去分析它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 GMX 是目前币圈少数是有盈利的协议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表。我把 GMX 相关的一些数据都已经先帮大家整理出来了。首先这2个是2022年3月28号到今年3月28号，也就是1整年，在 Arbitrum 上和 Avalanche 上的手续费的收入，分别是呢11300万跟2580万。那在这2条链上一共是赚取了13890万的一个费用收入那我们通过读 GMX 的它的一个文档它费用收入的 30% 会分给 GMX 代币的质押者，那么也就是4168万美元。再来我们看一下 GMX 的总市值，总市值是以它目前流通的一个代币去乘以它代币的价格算出来的，大概是6亿7千万。如果保守一点看它的完全稀释估值10亿3千万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自己当成 GMX 的股东，我们可以分到的利润就是4168万每年，除以总市值的话呢，年化大概是 6%， 除以完全稀释估值，年化大概是 4%。 但基本上我们会以总市值去看，因为 GMX 目前流通的代币它才可以去质押，质押才能获得费用的收入。我们以股票的角度来看，看它的 EPS
也就是它的每股盈余。目前 GMX 我们把一颗代币当作一股，一共有859万股的 GMX 股票，我们一年的收入是4168万美金，去除以总共的股数，可以得到每股的盈余是 4.85 美元。大家这个时候可以自己思考一下，这个收益分配怎么样？而如果我们更保守一点，我们使用完全稀释估值，也就是1325万股的 GMX， 那这样算出来的 EPS 每股盈余大概是 3.15 美元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做股票的投资，如果有的话呢，大家可以跟自己手上的股票去做一个对比。如果将 GMX 当成一只股票，那么它的 EPS 跟它所算出来的年化的报酬率是否能满足你的投资要求？接下来我们来看 GMX 代币运作的机制。首先，如果你要质押的话，你直接来到赚取这个页面，点质押，把你的 GMX 质押进去就可以了。开始赚取这个年化报酬大概 7.62% 的奖励。这个奖励分为 5.73% 的以太，也就是手续费，以及 1.89% 的 ES-GMX， 也就是托管的 GMX。这托管 GMX 我们稍后会讲到。好，下面呢就会给出你目前赚取的以太跟 ES-GMX 的数量。再来，这个是一个积分点，积分点就是你质押的 GMX 时间越长，这个加成会越好。再来是解除质押的按钮，你可以把 GMX 提取出来。转移账户这个功能是你在希望把 GMX、ES-GMX 和 GLP 陈述点转移到一个新的账户的时候才会使用到的。因为如果你取消质押 GMX， 你累积的这个积分点就会清零重计。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只是要转移到一个新的账户去控制的话，你可以使用这个功能，但是要注意这个转移是单向的。好，我们往下看托管的 GMX， 也就是 ES-GMX， 它呢你也可以质押，那质押的功效跟 GMX 本身是一模一样的，你可以赚取的收益以及一样有积分点的累积。但是这个 ES-GMX 也就是托管的 GMX， 它是不能到市场上去交易的。如果你想要交易的话，你需要授权并把它解锁。解锁的话是1年限性解锁。那么它分为 GMX 和 GLP 金库。两个金库有什么不同？就是你在解锁 ES-GMX 的时候，你需要本身有一些代币在质押当中。如果你这个时候在质押 GMX， 那你就放在 GMX 的金库。如果你持有 GLP， 然后再质押，那你放在 GLP 的金库。但目前呢 ES-GMX 的奖励只有质押 GMX 才会有，质押 GLP 现在是已经没有了。接下来我们快速看一下它的代币经济学，重点呢在于这个供应这里啊。供应的话，目前 GMX 最大供应量为1325万个，可以发现大部分的 GMX 已经释放了，并且有200万个 GMX 与以太在 Uniswap 上提供流动性，流动性也是还可以的。所以如果从代币供应的角度来讲，新挖出来的 ES-GMX 大家可以看到刚刚的年化百分比只有 1.87%， 再来它需要1年的限性解锁才能真正的释放到市场中来，所以从供应的角度来说 GMX 代币还是可以的。刚刚提到的奖励归属问题，这边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个简单的例子，例如质押1000个 GMX 获得100个 ES-GMX 代币，然后要授权100个，也就是解锁100个 ES-GMX， 需要保留1000个。它这边只是一个举例啊，这个实际的比率将取决账户的平均金额和获得的奖励。然后启动解锁之后 ES-GMX 代币将每秒转换为 GMX， 并在365天内完全归属。那要注意，你在解锁的 ES-GMX 就不能获得质押奖励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关于 GMX， 也就是它的治理代币比较重要的相关信息，给大家参考。第三部分我们来讲一下 GLP。在之前的影片有提到过，你持有购买 GLP 是等于持有一篮子的货币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仪表板上，稳定币的百分比是 51.88%， 那另外的 48.12%也就是持有非稳定币。那非稳定币里面就包含了以太、比特币、Chainlink、Uniswap。那在这个 GLP 指数构成当中，这边有一个权重，点开来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是目标权重，前面的是目前的权重，表示现在池子里面的以太比协议需要的以太多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存入以太，你就会有一定的费用。稍后购买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给大家看。
所以在挑选存入的代币的时候呢，你需要去选目前权重小于目标权重的代币，会比较划算。那我们点击上方的购买，来到 GLP 这里， GLP 提供的收益其实是平台 70% 的手续费收益。那 Arbitrum 跟 Avalanche 的年利率不一样，是因为这两条链上的流动性总量不同。那我们以 Arbitrum 为例，我们可以看到 GLP 它的价格现在是 0.977。那注意 GLP 只能通过购买界面铸造，也就是购买 GLP 跟出售销毁 GLP。 再我们看到年利率是 26.33%， 全部是以以太的形式去分发，那已经没有 ESGMX 的奖励了。再来跟大家讲一下购买 GLP 的时候你要怎么节省费用。首先你可以看啊，假如说我们现在是以以太去购买 GLP， 我们输入1颗，这边看到我是付了1810美元，是实际上收取只有1806，下方有一个显示费用。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你用以太去购买 GLP， 费用是 0.26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拿 USDT 去购买的话是零费用，所以我们尽量呢去选择这种零费用的，或者是费用比较低的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费用？其实很简单，它等于一篮子货币里面整个池子它每一个币种啊，它的占比啊是要有一定比例的，所以当某个代币的占比超过了它目标的一个范围，那么这个池子可能就不需要它，转而需要其他占比比较低的。出售也就是销毁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你把 GLP 出售成以太会有一个费用，那这边可以看到哪一个的费用最少，如果你出成代的话是零费用的。销毁 GLP 等于你要从池子里面取钱，所以你要取那个占比最多的。购买完成之后呢，我们也是来到赚取页面，然后在 GLP 这边就会显示你购买的颗数了，然后它不用再手动质押，你直接就是质押进去了，然后开始赚取这个年利率了。GLP 有什么风险呢？我们这边整理了一下，举例让大家理解。那要注意，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推估，详细的情况你可能还要再看一下文档里面的 rebalancing， 也就是再平衡的部分。那我们这边分成几种情况，我们持有 GLP 实际上是作为 GMX 这个平台的流动性提供者，也就是作为这个平台上交易者的对手方。我们分做多和做空两种情况来看。在平台交易者做多的时候，如果以太的价格是涨的，那么 GLP 因为本身也持有以太，所以它的价格应该也是涨。但是这边我们需要把这个上涨的价值赔付给做多的交易者，所以基本上 GLP 的价值还是持平的。那如果是以太跌呢， GLP 因为持有一部分以太，它的价值也会下跌，但是做多的交易者会赔钱，他会把赔付的这个钱给到 GLP 的持有者，所以 GLP 的价值还是持平的。那这个是当平台的交易者做多时候下的情况。那不论涨跌，我们可以看到 GLP 的价值大致上都是平衡的。接下来我们看交易者在平台上做空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情况。如果这个时候以太的价格是上涨， GLP 因为持有一部分以太会上涨，那做空的交易者会赔钱，赔付的钱就会给到 GLP， 那 GLP 的价值就会上升。但是当今天以太价格是跌的时候，做空的交易者就会赚钱了， GLP 需要赔付给做空的交易者，并且因为以太下跌， GLP 因为持有一部分的以太，它价值也是往下走的，所以 GLP 整个的价值是下降的。那讲到这边，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如果购买 GLP 是承担了一个什么样的风险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如果你是购买 GMX， 那你需要承担这个代币它本身的涨跌风险。如果你是购买 GLP， 你需要承担一篮子货币的涨跌风险，以及与平台交易者的对赌风险。如果你是交易者，你需要承担你所交易标的的涨跌风险。还有无论你是这三种中的哪一个身份，你都还是需要承担智能合约的风险。所以要提醒大家要做好自己的研究，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呢，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问题，大家可以一起讨论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这集影片有给到你任何的帮助，希望你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打开小铃铛作为鼓励。不懂的地方或有任何想要了解的代币协议，欢迎留言给我。我们下次见。